在历史的长河里，中越两国的关系令人可惜。作为东南亚国家，越南一直野心勃勃。曾经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时，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解决温饱。毛泽东二话没说，直接下令云南政府帮助解决越南缺少大米的现状，导致云南省政府及人民自身节衣缩食，靠数粮度日。可是没想到，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之后，开始翻脸无情，越南政府疯狂地进行排华反华活动，这种行为在1978年达到高峰。对此，当时邓公作为中国副总理访问美国，被记者进行采访时，邓公毫不犹豫地向国际宣布了中国的决心。自越南实现统一之后，越南政府开始向苏联看齐，中越关系开始逐步恶化。令人气恼的是，越南不仅明目张胆地站在苏联一边，而且还毫不留情大规模驱赶在越华侨。当时驱赶的华侨人数更是高达20万人，这在国际社会上引发巨大舆论。据了解，在越南驱赶华侨过程中，一些人已经在越南生活了世世代代，已经深深扎根在越南。然而，越南政府却不管不顾，以发展越南经济为借口，丝毫不顾及曾经中国对越南的帮助。如此忘恩负义的举动，也让中国政府十分愤怒。越南当局为了驱赶在越生活的华侨不择手段，对不愿意离开越南的华侨强制命令让其在自愿回国书上签字。在驱赶途中，以侮辱性的手段对华侨搜身，有的越南工作人员还进行敲诈，他们的手段十分残暴。为了让华侨彻底离开越南，在华侨离开后将他们的容身之所给摧毁，一些当地的越南人民更是落井下石，剥夺华侨所有财产，强迫其回国。显然，这样的行为丝毫没有顾及华侨们曾经为越南这片土地做出的贡献，典型的忘恩负义性。有的华侨来不及收拾自己行囊，就被驱逐出境。当时中国经济并不富裕，无法用专机将在越南的华侨一一接回，所以很多在越南的华侨只能拖家带口徒步走回国内，生活非常艰苦。如此颠沛流离下，妇孺及儿童的身体大多吃不消，有的甚至在半路上去世。可以说，中国侨民在当时正在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在越南政府的野心下才发生的。越南驱逐华侨事件发生后，越南政府的态度和野心已昭然若揭。在这个时候，北京没有保持沉默。1979年1月28日，恰逢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全国上下举国欢庆，每个人都希望来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作为军队最高统帅邓小平却明显心事重重，在这个敏感时刻出访美国。面对邓小平的到来，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以接待外国元首的标准迎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借此机会想要同中国一道，以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主题，定调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过，邓小平却非常严肃地在国外记者面前指出，如今这个世界很不安宁。彼时，邓小平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在记者提问环节，有外国记者对中越之间的问题十分好奇，向他提问，对越南的行为是一种怎样的态度。邓小平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将此次越南起到的作用比作古巴，只不过越南是东方的古巴，所以对待越南唯有武力惩戒、打服、打怕，以战止战。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随后又有记者提问，请问副总理先生，中国是否已经在中越边界集结了大量军队？邓小平直言不讳道，中国边界安全是国家重中之重，必要的军事调动是肯定有的，至于该怎么做、如何做，我们还需要考虑。邓公在记者面前的毫不遮掩，令大多数记者十分吃惊。对此，在报刊中写道，邓公语出惊人，令人生畏。当时邓公所说的这番话，无疑与美国的主题基调相违背。
可是，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却表示，关于副总理谈论苏联与越南侵略的谈话，美国人十分喜欢听，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会如此讲。众所周知，美国在越南吃过的亏不少，当时如果不是中国后备军援，越南根本无法翻身。不过，美国也确实被越南的神出鬼没打得十分头疼，所以也记住了在越南得到的教训。美国时任总统的卡特就该问题与邓公谈论，只不过邓公却强调中国人说话算话。在邓公看来，越南必须要给予惩戒，美国所谓的受到教训，在中国看来却是教训越南。在邓公发出此番话语之后，国际媒体对中越之间的看法大不相同，而越方《人民军队报》社论道，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汲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显然，美越战争已经让越南政府太过自负，以为自己无人能及，殊不知接下来的一场战争将会令越南政府追悔莫及。1979年2月17日，越南上空乌压压一片，本以为中国不敢出手的越南政府也不得不被吓出一身冷汗。此前，越南政府匆匆在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背靠大树好乘凉。1979年1月7日，越南外交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中越边界中方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可是已经为时已晚。中国政府多次给越南政府机会，但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自邓公从美国返回北京之后，中越边境局势愈发紧张，国际社会不少人对局势做出判断，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毫无疑问，在战争面前永远不要心存侥幸。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4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大约为20个师的力量已经具备随时作战的能力。而美国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并统计人数。《纽约时报》在战前1星期时报道称，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2个中国集团军，这2个集团军为云南、广西、西线、东线。2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称，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16万军队、700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辆、大炮，并预测北京很可能会将威胁发展成为行动。风雨欲来，河内也严阵以待，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了一个新导弹发射场，而作为空军主力的米格21轰炸机也开始由南到北进行调拨。西方媒体情报部门表示，这次中国人是认真的，不只是吓唬越南那么简单。2月16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也算作是中国的最后宣战。1979年2月17日，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掩护下，对中越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并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很多村庄。有意思的是，河内总理范文同对越国防部长伍元甲自信满满的道：“我方有苏联跟着，毫无畏惧。”如此自大心理，除了有苏联背后撑腰外，与美国败退越南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越南缴获美军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无疑让他们感到自豪与自信。但是正是这种自大心理，才导致惨败。战争进行到了第10天，邓公在陪同美财长访华时表示，中国此次出兵的目的就是打破越南世界第3军事大国的幻想。中国政府不会占领他们的领土，但是必须让越南明白，任何时候他们都不可能为所欲为。一番铿锵有力的发言，也让全世界明白中国的决心。随着战争的奏响，2月21日，2位美国参议员分别赴老街以及亮山进行观察，他们发现大批的越南难民从2市集体撤离，人数长达数英里，大部分的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街道两旁，正等待着医护人员一个个地抬往救治场所。2月24日，
苏联运输机抵达河内机场，向越南提供首批军援。然而有专家分析，苏联的这部分援助不论从规模还是军事速度都远不及对埃塞俄比亚等其他国家的重视。也就是说，苏联也在权衡帮助越南是否可以事半功倍。随后，中国当局人士向共同社记者公开表示，还需要给越南一个教训。毕竟当时邓公多次表明，中国还击行动的原则一有限的，二不长期，三不扩大大。从兵力部署来看，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22.5万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共进行28天，这场战争的胜利无不是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实力，也向当时的苏联表明中国立场。自此，越南的野心也算是得以遏制。只不过对越南驱赶20多万华侨的动作，作为国人我们心有余悸。想要让身在国外的华侨受到庇护，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与崛起，只有这才是华侨的底气。无论中国的发展如何艰难，从中国在国际社会对国人的维护以及帮助都可以看出，这一切的变化无不说明中国正在一步步变强。没有国哪有家，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向世界发出态度，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总而言之，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以友好外交方式交流的标准。但是这绝对不会成为恶劣国家想要打中国主意的借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和越南的矛盾早就由地缘决定了。从脱离中原王朝统治以来，越南一直在向南扩张，试图称霸中南半岛。英法两国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更给越南提供了向中南半岛腹地扩张的口实，重建印支联邦。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由胡志明主导的，他还提出要建立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国联邦政府，其野望可见一斑，损伤不过更加露骨而已。越南有称霸中南半岛的野心，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不希望看到有力量在自己周边做大，这是地缘博弈的基本准则。对越南来说，中国何尝不是顶在头上的威胁？历史上越南一直担心被北方的中国吞并，只不过经过2000年的博弈，中越边境基本上已经定下来，最多争山头。越南对领土的渴望主要在中南半岛，但这同样会与中国的利益产生冲突，所以越南长期对中国保持着低姿态，直到越南统一南方，打败了法国、美国，有了进一步扩张的底气。更关键的是，中苏闹翻了，地缘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让越南可以放心走上远交近攻的道路。越南与苏联并没有直接的地缘冲突，而苏联的实力大于中国，越南就可以利用中俄矛盾，让中国无暇顾及自己在中南半岛扩张。与此同时，越南还将目标投向了海洋。从地缘战略来说，这才是中越开战最核心的因素。哪怕越南在中南半岛做大，也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战略威胁，中国更无需太担心越苏南北夹击。地缘环境是死的，策略却是可以灵活运用的。比如当时中国就选择了没有直接地缘冲突的美国合作来解套。话说回来，比起陆地，越南对中国最大的地缘威胁是在海洋。印度洋南海航线是我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越南就是我们在南海最大的竞争者。越南还没统一就侵占了南海岛礁，我国绝不可能放任越南在中南半岛壮大实力，然后进一步破坏我南海利益。南海的地缘利益冲突是中越最大的矛盾，当双方实力悬殊以及地缘力量平衡时，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小，反之就会重演1979年的战争。今天台海、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前段时间老实了不少的越南在我军进行绕台演习后站出来，对南海群岛的主权进行了智慧。越南的小心思从未改变，这值得重视。
不过，在我国拥有绝对实力的今天，越南也只能是通过他们的灵活外交，尽量在南海讨要好处了。